我的双胞胎妹妹清简被校霸纠缠，为了能让她知难而退，她就央求我的未婚夫秋明装成她的男朋友。没想到两个人假戏真做，在操场上举止亲密，我当场提出了分手。小欢，你别这样，她是你的妹妹，我只不过是帮她一个忙。再说了，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亲她不也跟亲你一样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清简哭得脸上的妆都花了，在我怀里不停地抽泣。姐，我真的受不了那个校霸沈初山的纠缠了，他总是下了课之后在班里堵我。秋明用纸给他点了点脸上的泪，义愤填膺道：清简，你别怕，我和你姐都在，要是他再敢纠缠你，我就去找他算账。不行的，他这种人知道我没有男朋友就不会罢手，这一下子也让我犯了难。正当我和秋明都在想怎么帮他的时候，清简自己抹了眼泪，怯生生道：姐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但就是需要委屈一下你。我有些不解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他的眼光落在了秋明身上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黏腻。姐，要不你让姐夫装一下我的男朋友，这样沈初山知道了，应该就不会骚扰我了。虽然这是帮清简的一种办法，但是我不理解。清简，你朋友这么多，你怎么想着找你姐夫？他一下子哑了嘴，面上涨红，神情难堪。秋明赶紧在旁解释道：毕竟这不是什么好事，让清简的朋友知道了不好。就是啊姐，我还是个没谈过恋爱的小姑娘，要是找别人，他到处乱说，我的清白就没了。我看着他俩一唱一和，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怪异。但清简毕竟是我的亲妹妹，不帮她解决这件事情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，也就答应了。本以为就是简简单单的走个过场，但是没想到晚上舍友回来，给我带来了一张劲爆的照片。我本想着陪秋明一起去解决沈初山的事情，但秋明和清简以怕穿帮为由，让我在宿舍里等着。舍友回来看见我，一脸惊讶：小欢，你不是在操场上吗？我摆了摆手，淡淡道：那是我妹。那她怎么跟秋明在一起？他们三个一脸吃瓜的样子，我只好给他们解释了一下。他们三个听了之后，互相交换另一个眼神，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张劲爆的照片。只见秋明抱着清简在操场上热烈湿吻。你们没看见沈初山吗？他们三个人尴尬地摇了摇头。一瞬间，我的脑子就像吃了一斤花椒一样，又晕又麻。我当即赶到了操场上，正好撞见他们两个手拉着手，坐在草坪上手拉着手。两个人没有想到我会跟来，一脸慌张错愕地分开站着。小欢，你怎么来了？事情解决了吗？沈初山呢？没呢。沈初山不相信，我们还得多装几天。清简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神都不得眨的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挑衅意味十足。我看向秋明期望他能解释一下，毕竟我们已经订婚了，连这点坦诚都没有的话，那么我就有必要考虑一下后半生的选择了。小欢，这件事情确实不简单。沈初山根本不相信清简这么短时间会有男朋友，认定我们是假的，做戏就要做全套吗？我不想再听他俩这拙劣的谎言，直接将舍友拍到的那张照片亮了出来。两个人看见照片，直接定在原地，不敢再多言。清简，你可别说这是你穿的这身衣服是上次咱俩一起去逛商店里的孤品，只有你自己有，这些只不过是情况需要，姐你别在意。我看向秋明，眼睛已经起了水雾，这种亲人间的背叛是最痛的。我们分手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
秋明明显慌了，上前揽过我，软声哄道：“小欢，你别这样，清简是你的亲妹妹，我只不过是在帮她。再说了，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，亲她不就跟亲你一样？”我被他这不知所谓的言论逗笑了，伸手推开他道：“订婚的3金和彩礼我会如数退还，至于你和清简，就好自为之吧。”撂下了这句狠话后，我转身跑了出去。一个是我的双胞胎妹妹，一个是我已经订婚了的未婚夫。这种狗血的事情，我真的没想到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我忍住眼泪，低头狂奔，没想到一头撞进一个男生怀里。哟，还是咱们沈哥魅力大，走着路都有女的来碰瓷。沈初山身边的黄毛小跟班调侃道：“传说中的校霸沈初山。”沈初山并没说什么，只是将怀里的我扶起。我一双哭红了的小兔眼，加上绯红的脸颊，一下子对上了他浓烈的眸子。“你没事吧？”委屈的时候，最是听不了这句的话。你就是沈初山。我哭得更大声了。沈初山不明所以，狐疑地点了点头，不知是想报复秋明，还是想给自己争口气。我揽过他的脖子就吻了上去，面前之人不住地发出呜呜的反抗之声。亲完后，我心满意足地松开了沈初山，不知是他没站住还是怎么的，大小伙子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我鞠躬道了一声感谢，撇下人就走了。回到宿舍之后，我就删掉了秋明和小妹的微信，还将此事告知了我和秋明的父母。我没有等到他们的回信，就关了手机，一个人沉沉睡去。我哭累了睡，睡醒了哭，浑浑噩噩的直接睡到了周日晚上。这会儿正好出去玩的舍友都回来了，他们慌里慌张地将我摇醒，一脸吃瓜的样子，在我床边排站。小欢，你看见学校大群里的消息了吗？我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手机关机了。沈初山在学校大群里，重金悬赏昨晚强吻他的人。”我这才想起来自己昨天冲动时候犯下的错。小欢，这里还有照片，这不就是你吗？我疼的一下坐了起来。昨天就那2分钟的时间，谁手这么快？拿过舍友的手机一看，一张模糊不清的侧脸照，只能大概看得清楚脸和我那天穿的衣服。清欢，你可以呀，那可是校草，你们可不要瞎说，那不是我。我那天在操场抓奸，没空理他。我打开了手机，一下弹出来许多消息和未接电话，有爸妈的、秋明的，还有小妹的，跟我想的一样。唯一新鲜的就是有一个人加我，因为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员，想着可能是哪个同学加我有事，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。刚通过，那边就弹出一条消息：“我是沈初山，昨晚就是你夺走我的初吻吧？”我刚喝的一口水就喷了出来，赶紧回了一个不是，正准备将它删掉的时候，秋明打来了电话：“小欢，沈初山发在大群里的那个照片是你吗？”听着他有些埋怨的话，我揉了揉发酸的脖子，淡淡道：“你说呢？”那边长久地沉默了一刻，随即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算扯平了。”扯平？我没好气地笑了一声。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分手了，我亲他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跟你这种没有分寸感的人没法比。小欢，你怎么还这么轴？我只是在帮清简的忙，你做姐姐的怎么不能体谅一下？还把这个事情闹到了我爸妈那里，你也太不知分寸了。第一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清简的手段和想法你别告诉我你看不出来。第二，我那不是闹，只是平静地告诉了你爸妈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省得他俩还得操心咱俩的婚事。最后，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了，请不要再来打扰我。说完，
我就挂了他的电话。但是接踵而来的就是我妈和我妹的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，无非就是说我小题大做，污蔑轻简，做姐姐的怎么不让他这一类的话，我懒得听。正好肚子饿了，我又将手机关了机，然后出门觅食。学校里的食堂不好吃，我准备偷溜出学校。我们学校是封闭式管理，过了点儿就锁门。但这根本难不倒嘴馋的大学生。教学楼那边有一边矮墙，只要身高正常，都能从那儿出去。也不知道是我出来的太晚，还是怎么了，这边都没人了。原来这里本来应该有一把梯子的，我寻摸了半天都没找到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找了几块大石头垒起来点个脚。出门的时候也没注意，穿了一个裙子就出来了，还好这会儿没人。正当我骑在墙头上的时候，一束手电筒的光亮瞬间圈住了我。你是哪个班的？保安大叔铿锵有力的声音吓得我一激灵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里没有人了，这要是被抓到了，就是全校通报批评，记过处分了。现在只有一条路了，跑！我不顾这边保安大叔的叫喊，毅然决然地往墙外跳。正好下面有个模糊的身影，我急忙喊道：“接住我！”那人还怪听话，稳稳当当地将我接到了怀里。当我惊慌地勾着他的脖子，对上脸时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沈初山。他似乎也是认出来了我，眼睛里亮了一下，嘴角也勾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保安大叔也已经骑到了墙头之上。你们两个不要动，都是哪个班的？说话间就要跳下来。沈初山将我放下身来，握住我的手就开始逃。偶像剧里似乎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，而男女主也会在逃亡之中感情迅速升温。而我不一样，跑出去不到50米，就因为跟不上沈初山的大长腿，一下子摔在了地上。眼看保安就要抓住我们，沈初山将我背起，就拐进了小巷。7转8拐之后，终于甩掉了保安，放我下来。我不习惯跟他这么近的接触，而且这大夏天的，大家都穿得薄，那哪儿成？你这腿摔得不轻，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我还没开口，肚子咕噜噜的叫声就帮我回答了。这一刻，我真的是无地自容，脸颊瞬间就烫了起来。空旷的小巷，沈初山笑了起来：“走吧，我带你去吃一家好吃的独家私房菜。他家的水煮鱼做的那叫一个麻辣鲜香。”我本不愿意再跟他有过多的纠缠，但是肚子不争气的又跟着叫了2声：“那多谢了，我请你吃，就当你刚才接住我的报答了。”沈初山轻笑了一声，点了点头。路程不远，没2步路，他就带着我到了一个装修精致的小别墅，挂着一个小小的木牌，甜甜私房菜。沈初山很自然地从兜里掏出钥匙，开门进去。我有点没见过世面一样的说道：“这是你家的？”沈初山没回答我的话，而是背着我进去，对着来人打了一个招呼：“柳姨。”柳姨是个很漂亮的中年妇女，我也礼貌地跟着沈初山叫了一声：“哟，初山这不刚走，怎么又带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来了？女朋友饿了？”柳姨听了一副吃瓜的样子，笑道：“去吧去吧，拿出你的看家本领来吧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。她这么一说，我就知道她这是认出来我了，不禁脸上有点臊得慌，嘴上连道：“我不是。”沈初山将我安放在一个包间的沙发上，然后从外面拿了一个医疗包，开始给我处理伤口。深黄色的碘伏涂在膝盖之上，冰凉刺痛的感觉让我不自觉地想往后撤。沈初山温热的大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小腿，轻声道：“弄疼你了吧？”这话虽然没错，但是听起来还是怪怪的。我只磕磕巴巴地回了句：“没。”
没有。然后是脸上，因为我当时手没撑住，脸颊也擦伤了，这就不好让他动手了，我自己来吧。他伸长了拿着棉签的手，轻轻地捏住我的下巴，柔声道：“你自己看不见，还是我来吧。放心，这次我会轻点的。”我拗不过他，只好乖乖地坐着，任他捏着我的脸。只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应该放在哪儿。我这个角度刚好能看见沈初山宽大领口露出的小麦色腹肌，罪过，平视的话就正好对上沈初山的脸。他生得好看，浓墨的长眉下是一双黑曜的眼，薄唇翘鼻，看着不想作威作福的校霸，倒是像个破碎的清冷感学霸。沈初山怕我疼，撅着嘴轻轻地吹了吹，我就像被狐狸精缠住的小和尚，佛心不定了。为了避免六根不净，我果断地闭上了眼，可是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了。就这样定了很久，我实在是有些不耐烦了，问道：“好了吗？好了吗？”连问了2句都没人理我，我只好睁开了眼。黑暗转明的一瞬，我对上了沈初山的眼，那炙热且充满笑意的目光烫我脸上发热。我赶紧错开，企图从他的怀里逃出来，可他一把钳住了我的腰，另一只手穿过我的发丝，托住我的后脑，重重地吻在了我的唇上。这个吻不同于我那日泄愤的激情作案，而是含情脉脉的蓄谋已久。我一开始还反抗了一下，但是觉得有些矫情，这长相身材比秋明不知道好太多，何不趁分手了赶紧享受一下，毕竟我也保证不了自己下一个会比秋明好到哪儿去。我虽有一个享受的心，但是奈何肚子不争气，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。这种声音在这个时候是无比的明显。沈初山听见了，意犹未尽地松开了我的唇，带着笑意道：“你在这里歇着，我去给你做饭。”这个私房菜馆装修得很清新素雅，我在这里等了一会儿，沈初山就端上来3盘菜，水煮鱼片、清炒空心菜，还有一小盆肉片汤，都是简单的菜，但闻起来味道特别好，勾起了我胃里的馋虫。我每个都尝了，最香的就是水煮鱼片了，鱼脆嫩爽滑，不腥不柴，麻辣鲜香，让我就着吃了2大碗饭。沈初山就在旁边支着脸看着，见我吃得香，面上带着满意的笑意，还不时地给我夹菜添水。饱餐一顿之后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抹了抹嘴道：“多谢，这顿饭多少钱？我给你。”“不用了，我请你，毕竟你是我的女朋友嘛。”“我不是。”我立马就接住了沈初山的话，他也没恼，收拾好了东西就坐在了我的身边，气氛有些尴尬。学校现在是进不去了，可是在这里跟他待着也不是个事，时间挺晚的啦，多谢你请我，我要走了。我抬脚就要走，身后的沈初山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，这次他有些不高兴了：“清欢，你为什么每次撩拨了人就拍拍屁股走人了？你认错了。”“我不是，你别想赖，刚才我都确认过了，那天就是你夺走了我宝贵的初吻，你亲了就要负责。”沈初山将初吻这2个字咬得极重，好像我是毁了他清白的坏人一样。这初吻又没人证明，我可不想被他道德绑架。清欢是我姐姐，我是亲姐。沈初山闹了，埋怨似的道：“你不想认，可以直说，没必要装他。你们2人可不像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”沈初山的言语间全是失落，这是不是他欲擒故纵的手段？我竟然有点内疚。本来想回去的，我开了手机问舍友后，他们说保安还在那守着，回去必被抓，让我在外面开间房，明早学校大门开了再进去。开房倒是没什么，但是这身边还有一个呢，问他也不是，不问也不是。就在我纠结的这会儿，
清简的电话打了过来，因为时间太晚，我怕他出了事情，所以就接了。我还没张口问，就听见那边不堪的声音。清简叫的声音贼大，他迷离地问道：“是我好，还是我姐好？你比你姐的身段软。”秋明情动的声音传了出来，他都不让我碰，还是你好。清简叫的声音更大了，娇声道：“明哥哥，我最喜欢你了，你最厉害了。”指甲扣进了手里，脑子里发麻，我再也听不下去，断了电话。因为清简的声音不小，夜里街上又安静，所以沈初山也听见了。他舒开了我的手掌，帮我扶了扶上面深红的指甲印，顺势牵住了我。我眼里夹着泪，怎么说都是我爱了好几年的人和我的亲妹妹。转头望向沈初山，不忿道：“你敢不敢跟我睡？”沈初山是懵的，被我拉着买了酒，开了房。他可不像在饭店时候那样主动，局促地坐在床上脚着手。其实我也有些虚，我想喝点儿给自己壮壮胆，但我没喝过白的，还以为跟啤酒差不多，咕嘟一口灌下去了大半瓶。瞬间，火辣的酒精就从我的嘴一直烧到了心。沈初山一把从后面抢过了我手里的酒，辣着了吧？还好，就是不怎么好喝。我打了一个酒嗝，沈初山扑哧笑出了声：“你也不买点下酒的东西，就这样喝，很容易醉的。”他说的对，没2分钟，这酒劲儿就开始起来了。面前的沈初山被罩上了一层朦胧的滤镜，看着是那么的顺眼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沈初山有些无措，抓住我的手，喘着粗气道：“清欢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吗？”我一把将人推倒：“拜托，我只是喝酒了，又不是傻了。清欢，这一次你可逃不掉了。”沈初山语意缱绻，坐起身，热烈地吻上我的唇。第2日醒来，沈初山还在睡，宿醉的头疼让我顾不上羞耻，悄悄地捡起地上的衣服就逃出了门。正好学校开门了，我就买了早饭回到了宿舍。没想到秋明居然在我楼下等着，按理来说他这会应该还跟清简在床上温存，大上午的跑我这是想干什么？他一见到我就迎了上来：“你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怎么没看见你？”结果我没给他好脸，话间就要进宿舍楼，他拉住了我，这一下他就看见了我脖子上的红印。秋明一脸的震惊和不可思议，他甚至还上手摸了一下，在确认不是蚊子咬的包后，怒道：“你这是怎么弄的？跟哪个野男人出去鬼混了？”我皱了眉，没想到这男人还挺双标的。昨晚上明明是他先跟清简在一起的，现在还在这里装模作样的质问我。秋明，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跟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，我没同意，你这就是出轨。我去他妈的！要不是想到我舍友高低这手里的包子豆浆得甩他一脸。秋明，我不想拆穿你，昨天你和清简睡的时候，他故意打电话给我听了，你就别在这里装了。他愣了，明显是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沉默了一下又道：“那我们这扯平了。”他拉起我的手，言辞恳切道：“咱们这就当是婚前的一次消遣行不行？我家里请柬都发给亲戚了，现在悔婚影响不好。没事啊，你可以娶清简，反正我们2个长得都一样，而且他身子比我软，不正合了你的意？”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转身进了宿舍。舍友都醒了，看着一脸狼狈模样的我，一度怀疑我昨天睡在了路边。哟，小欢，你这脖子上咋红这么一大块？蚊子这么毒啊？我赶紧拿头发遮了遮，慌道：“就是，昨天那酒店的纱窗破了，蚊子咬了我一整宿。不说了，我给你们带了饭，你们先吃，我去洗个澡。”匆忙躲进厕所，镜子里我看见我身上的印记。这臭小子，属狗的，
弄好之后，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上课了。在这里，我看见了久违见面的亲妹妹清简，她并没有坐在秋明的身边，而是避嫌地坐在他后面的一排。毕竟我和秋明因为他分手的事情，现在没几个人知道。我们随便挑了一个位置坐下，正当我们有说有笑的时候，沈初山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身边，引来了无数人侧目。因为沈初山是不怎么上课的，尤其是这种公共课，从来都没见过他。我挡着嘴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坐着干什么？”他托着腮，满脸坏笑道：“学姐，难道是不满意我昨夜的表现，这么早就走了？”他的声音不小，身边的人都睁大了眼睛，吃起了瓜。我正准备让他闭嘴的时候，老师来了，这件事也就被上课挡过去了。上课的时候，沈初山很认真，一改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没有玩手机，也没有跑神，只是认真地听着，感觉他不像传说中的学渣。可就在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所有学生的手机都响了起来，大家看了之后都纷纷望向我。小欢，有人把你挂到大群里了，说你脚踏两只船，这都哪儿跟哪儿？文章里爆料贴了我和秋明的订婚宴席，不知道的还真的觉得是结婚宴。然后就是我亲沈初山的那张照片，这些我都不用想就知道是清简干的。我截图发出那张订婚宴的全照，以及和秋明提分手、退订里的聊天记录，以此证明我跟秋明现在已经没有关系。但是下面评论道：“谁知道是先出轨还是先退婚？说不定是因为让正主发现了才退的婚吧。”就是，沈初山那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能找上他，这女的也不是个东西。我现在明白什么叫做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了。既然解释不清楚，我也懒得解释了，正好继续上课了。但是身边的沈初山已经不见了，不知为何，我心底升起一丝失落，心不在焉地上了半节课。大家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我还没来得及看，就见清简捂着脸冲了出去，而秋明也一脸羞愧地抱着书跑了出去。老师吵了几句后，大家又安静地上课了。我赶紧看消息，原来是沈初山找出了那个爆料人，也就是清简，而且附上了清简和沈初山的聊天截图。原来清简冒充我去找沈初山认领那夜的事情，虽然我们长得一样，但是沈初山还是一眼认了出来。沈初山还问过他有没有双胞胎姐姐，他竟然因为羞愤回了一句没有。一瞬间，大家的画风都调转了，尤其是我们班里的同学，真没良心啊！清欢是他亲姐姐，他居然嫉妒说没有，这种人真不要脸啊！看谁帅就往谁身上贴。我舍友也加入了这场混战，将那张清简和秋明亲在一起的照片发了出来。了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清简和秋明成为了众矢之的。而且在消息的最后，沈初山发布了一条预告，说是要在下课之后让大家见证他的表白。他这个土老帽居然在教学楼下用花摆了一颗心等着我，说不尴尬那是不可能的，尤其是这么多人看着。但我就是抑制不住自己嘴角的笑意，看着面前这个幼稚的大男孩拉着一群人跳舞，他跳得很好，估计练了很久，而且东西也准备得很齐全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一曲舞毕，他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，大声表白：“廖学姐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”就在我准备考虑要不要答应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小妹的电话：“你要是敢答应，我就从楼上跳下去。”我一下子拧了脸，抬头寻找她的位置。我现在在明德楼的楼顶，你要是不想我死，就赶紧过来。
沈初山看出了我的不对劲，赶紧上前问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跟他说了后，他不顾现场的所有人，带着我就往明德楼赶。这里不只有清简，还有秋明。他被清简打晕了，捆在那儿。哟，男主角也到了。清简的眼里全是恨意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找的刀顶在秋明的脖子上。他指着沈初山说：“我跟他长得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为什么喜欢他，不喜欢我？还有地上这个，他睡了我，居然还想跟你结婚？为什么从小到大你什么都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？明明我们就是一个人，我们只是共用了一张脸而已，我们并不是一个人。你为什么非要把眼睛盯在我身上？你就不能看看自己吗？我是你的亲人，不是你攀比的对象。我讨厌跟你长一样，他们都喜欢你，不喜欢我。只要你死了，他们就会看见我，知道我的好了。你现在从这里给我跳下去，不然我杀了秋明。我不爱他，就算你杀了他，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。倒是你，以后永远都要为这一刻的冲动买单。”沈初山趁着我跟他对峙的时候，悄悄地绕到了清简身后，一把抓住了他握手的刀。清简扭身反抗，我上前帮忙，但不及清简的反应，他一下子抽出了刀，划伤了沈初山的手，然后冲我而来。沈初山不顾手上的伤，拽住了清简的头发，往后一拉，比他先一步将我护在了怀里。清简一个趔趄后，又冲了上来。好在这个时候，沈初山叫的救兵来了，他们几个小伙子一下子冲上来，截住了已经疯魔的清简。你没事吧？沈初山一脸紧张地问道。看到我身上的血，他彻底慌了神。我一把抱住了惊魂未定的他。傻小子，我没事，那都是你的血，你冷静点。沈初山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开始在我怀里吆喝：“小欢，我手疼。”这件事情后，清简被我妈带回了家里休养，秋明还是继续上学，只是我们再也没了交集。从那次以后，我和沈初山心照不宣地在一起了，但是我一直都记得，我欠沈初山一个答复，所以在我们的100天纪念日，我为他准备了一个表白仪式，就是他当初的那一套。但是那个舞是真的难学，我足足练了1个月。我学着他的样子，单膝跪地，眼中无比真诚道：“沈初山，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？”我愿意。全文完。番外，沈初山家里找了很多老师给他补课，才让他考上大学，学了他爹让读的管理系，好一毕业就能接手家里的公司。但沈初山的梦想是当一个厨子，所以管理系的课他基本上都是不去，或者是花钱请人代课。闲下来的时间，他就在学校旁边开了一个私房菜馆，每天最喜欢的事就是在后厨颠勺。只因那次教训了前来吃霸王餐的学生，就被传成了无恶不作的校霸。他也是有够冤的，不过他也不在乎，毕竟只要不影响他研究做饭就行。直到那天，他带着2个兄弟从菜馆出来，准备去操场消消食，却跟一个女生撞了个满怀。他像是哭过，看着委屈巴巴的，二话不说就夺走了沈初山藏了多年的初吻。别看沈初山从家世到外表看都是花花公子的标配，但是这货常年醉心于厨房，约会总是带人家姑娘去烟熏火燎的后厨，人家化了全妆的姑娘被火和油一熏，整个脸跟花猫一样，恼着就走了。沈初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生，他感觉自己的心跟初吻一样被对方夺走了。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那个女生已经不见了。他当时花了大价钱，找计算机系的黑进了学校的监控，找到了那天的照片，只为找到正主。照片在大群里挂了没多久，一个女生就找上门来，脸是对的，可感觉不对。
他扭捏做作的往自己身上贴，怎么看都不是那天的女生。沈初山问了才知，这女生是双胞胎，她还有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姐姐。正愁没地方找人的时候，她在学校的墙根边就接住了那个她找了很久的那个女生。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的？她这不就掉了一个媳妇？她一眼就认出了这是那晚上的女生。沈初山带着她躲过了学校的保安，还帮她擦药。他们之间离得很近，近到可以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栀子花味。沈初山从没想过自己竟然可以因为一个吻就喜欢上一个女孩。他还给她做了自己的拿手好菜，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领人进后厨，而是让她在包间里休息，因为他不想让油烟熏着她。后面送她回去的时候，沈初山才知道，原来女生叫清欢，且已经有了对象，而那个男的居然和他的妹妹搞在了一起。他当时哭着要自己陪她睡，他心里是不愿的，因为他知道这不是因为喜欢，而是为了报复。可他没有忍住。一夜过后，沈初山醒来发现酒店里就自己一个人，他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。明明应该是自己得了便宜，但他却无比失落。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。寻了时候准备表白，沈初山一个舞痴，但还是为了清欢学了一段表白的舞蹈。毕竟总不能在喜欢的人面前表演颠勺吧。他现在就等清欢公布分手，自己就乘虚而入上位。分手的消息没等来，倒是先等来了他的八卦。沈初山不相信，准备找爆料人问个究竟。没想到找到最后，幕后主使竟然是清欢的亲妹。为了让清欢能摆脱流言，他厚着脸皮将自己的表白仪式直接从室内改到了教学楼下，这样大家就知道清欢没有错，是自己一直在死皮赖脸地追求他。他一直不能确定清欢对自己的感情，两个人的身份从清简的事情之后也没有确定。沈初山每次想开口，都被清欢找借口岔了过去。他有些心灰意冷，就想以朋友的身份陪在清欢身边，但是没想到清欢给了他一个终生难忘的表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